川普确实在俄乌战争上面花的精神是比其他的国际事务要多。他希望赶快促成。对，那么而且他的这个谈判首席代表外加他的女婿，有没有等于是风尘仆仆到处去做？所以也看不出来美国在从中破坏导演的这件事情。所以正常逻辑来看的话，那个假旗行动或者是俄罗斯自导自演的几率比较高。俄罗斯总统普丁呢，最近和美国总统川普通话，他特别在这场通话当中指控乌克兰，说乌克兰出动了91架无人机袭击普丁在诺夫哥罗德的官邸，此事真的是非同小可哈。所以因此呢，这个川普在第一时间曾经表示，听到的时候很愤怒啊，并且直言说我不喜欢这样，因为这样的话会打破了俄乌现在是要往和谈的方向啊这样的一个进度。可这个案情呢，现在出现最新的逆转啊。先是 CIA 的局长叫雷特克夫，他向川普简报说 CIA 的研判呢，这个乌克兰并没有攻击普丁的官邸。接下来就看到了川普在跨年当天，他发文特别转发这个《纽约邮报》的社论啊。这社论是这样写的，标题是说普丁拿遇袭说事，暴露俄罗斯才是和平的绊脚石。所以现在普丁官邸遇袭的事件呢，有人也认为是假旗行动，但不管如何，目前可以确定的一件事情就是呢，不管是俄罗斯也好，是乌克兰也好，甚至包括会不会是美方也好，就是有一方是不希望这个俄乌的和谈顺利达成。好，所以整场事件呢，现在陷到了一个罗生门，各说各话。那如果从动机跟目的来研判的话，黄老师你怎么看哈？这个现在一定是有人是不希望俄乌的和谈是顺利的嘛？这个和谈不顺利啊，那可能是对于俄乌战事中间有利的一方啊。因为不然，有利的一方可能觉得自己还可以拿到更多，可以有更好的条件。各位观众朋友，再过50天呢，俄乌战争就打了4年了。目前看不出有可以很快可以解决的方案，因为乌克兰的总统泽连斯基一再的坚持不可以割让领土。目前看起来，至少在嘴巴上面没有妥协的余地。那么俄罗斯呢？它在军事上，在乌克兰境内，它是攻势比较明确啊，然后比较占上风的。是。那占上风的要不要现在接受和谈？那就是和谈后的条件是什么？当然，它的主导权会比乌克兰要稍微多一点。第三个就是用91架无人机去打它的官邸，去搞斩首行动。那么除了对这个，如果是真的话，那当然就没有和谈的几率就更低了。那么是不是普京自导自演的一个假旗行动？就所有的逻辑正常理性的来讲，乌克兰没有发动或者用91架无人机去攻击这个普京的必要性。那么因为打完了以后，如果真的成功，如果真的是如此的话，那也未必能够改善俄乌战争的整个局面。对，就是我们如果用消序法来看的话，就是美、乌、俄3个国家哈，特别您刚刚点到，如果从一个和谈如果不顺，对哪一方最有利的这个角度来看，对，因为其实川普确实在俄乌战争上面花的精神是比其他的国际事务要多。他希望赶快促成。对，那么而且他的这个谈判首席代表外加他的女婿，有没有等于是风尘仆仆到处去做？所以也看不出来美国在从中破坏导演的这件事情。所以正常逻辑来看的话，那个假旗行动或者是俄罗斯自导自演的几率比较高，想要去创造一个更僵持的一个环境啊，包括国内对普京的支持，包括这个普京拒绝和平谈判的更多的理由。对，而且其实普丁在之前的外电报道也说，他已经对泽伦斯基下达了追杀令哈，就算将来和谈成了，他也说我追杀到天涯海角。那泽伦斯基听了，你如果是泽伦斯基的话，你一定想说，哇，我躲到哪里可能都会被俄罗斯的这个特务人员给干掉哈。好，那
拉回到俄乌的战场上，现在的战场态势确实也是俄方非常的有利哈。乌克兰的官员在1月2号就指出呢，由于俄罗斯军队持续的推进，所以乌克兰呢已经下令将扎波罗热还有第聂伯罗前线地区总共有3000名的儿童和他们的父母来撤离这个地方。美国智库战争研究所就分析，认为俄军在2025年全力夺取顿内茨克州剩下来的部分，以及呢在苏梅州、哈尔科夫州北部建立了缓冲区作为首要的任务。可是到2025结束前都没有办法完全的实现这些目标。所以那当然接下来会不会就是2026继续的往这个战略目标来推进？整个2026的战场上的趋势，刚刚黄老师也特别提到了，再过50天左右，这个2月26就是要满4周年了哈。这个仗打得太久了，你又怎么看？从2月26号就是4年前了哈，这个开始打的时候，其实俄军的做法到现在其实一直都一样啊。其实他们就是南线跟北线，也就是说所谓的以这个以顿内茨克苏梅这个地方算北部嘛，还有哈尔科夫这第3大城为目标的北部战线，跟南部战线就是扎波罗热第聂伯罗这一个地带。那现在其实因为整个战场非常的广袤，而且双方的坦白讲，就是以这个所谓的损失的人数来看，其实非常惊人的。那我们也看到很多的消息都在讲说，不管是乌俄双方都在采取新的征兵的作为，也就是他们人力其实已经无法去真正的控制住2个战线的可能性。所以在很多整个作战的过程当中，你会看到它南北不断的去转换重点的原因，也是因为他们想要找到突破口，想要造成这个所谓的大范围的控制，这几乎是不可能的现象。也就是2个国家来讲都是一样面临一样的问题。所以当我们在讲乌俄谈判的时候，里面一个关键就是乌克兰它其实要退让出它无法控制的领土。其实大部分谈的就是在这个所谓的乌东2省的部分哈，其实应该会这个关键就是乌克兰很难全身而退，说我不割让任何的土地。真正的关键就在于，即便短期的情况之下，乌克兰可以把这边的占领的这个所谓的俄军给驱逐，可是他是没有能力长期稳定的控制，因为整个2国接壤的这个战线实在太广袤了哈。他只要像譬如说我们刚刚谈到的这个所谓的在另外一边这所谓的扎波罗热跟第聂伯罗这边的前线地区还要撤离的原因，是因为我今天的部队守住了北边，我南边就出现空防了。我南边的这个地方就是部队就不够去守护这个我们一般的那个民众的城镇了。所以其实我觉得这个是我都说它是一个很痛苦的过程，就是你乌克兰总是要确认就是我的实力我还是不如，不要说实力，就是说在军事上他当然得到了很多这么重大成果。我认为以乌克兰这么小的国家，它相较于这个俄罗斯是一个小的国家，军事小国，它能够达到这样子，我认为已经是了不起的成就。很多人说他这是一个很悲惨的情况，对，的确战争都不是一个好事，但是他能够坚持至今，他要结束战争，他就去痛下决心，就是我真的如果控制不了的范围，我无法给人民保障承诺的这个范围，我可能就得割让出去。这个大概就是所谓的泽伦斯基讲的这个所谓的10%。而且现在关键就是你刚刚提到的前线的兵力是不足的问题。对，今天你调到北部、南部就缺了嘛。对，它其实是一个整体的流动，就是说调来调去，其实你就剩这些人而已了哈。所以我才会说，不管怎样，俄军其实也一样的情况，但是对他来讲，因为乌东2省他已经有一个稳定的，他有去实施行政的一个过程了哈，他甚至在里面还有发动人民的公投，所以我认为在这个地方，乌克兰如果能够有一个政治的说法，或者说借由这个所谓的和平谈判的情况之下，把这个所谓的控制范围，跟俄罗斯有一个确定的这个结论出来之后，我觉得这个大概是现在真正能所谓走完这个最后90%的这个10%，行白路半90%，这10%去把它确定下来之后，我认为对这个战事结束会比较有一个明确的答案。而且我们常常讲说，军事跟外交2个方面来看的话，在军事上面其实对乌方现在是极其不利所以才会赶快的撤离。外交上面也是啊，这个美国提出了15年的安全保证，但是15年的细节到底是什么？本来原先这个乌克兰希望能够争取30到50年，但是就是谈不到嘛，就没有筹码嘛。那现在也看到了俄罗斯的威胁呢，其实不只是乌克兰来，我们给大家看这个图这张让大家知道一下俄罗斯它周边的国家，因为特别要点到的是波罗的海的3个国家，还有包括波兰我们可以看到相关的位置因为呢，波兰的国防部次长他最近就表示说这个要斥资20亿欧元在东部建构一套全新的反
无人机的防御系统啊，预计在24个月之内要完工。好，先来看他们的相关位置，因为俄罗斯在这边，你可以看到接壤的地方，哈，乌克兰在这边，俄罗斯，哈，这个地方是俄罗斯的飞地，哈，为什么大家会提到飞地？加里宁格勒，因为现在包括了波罗的海的3个国家，也是立陶宛、拉脱维亚跟爱沙尼亚。这3个国家都非常的担心俄罗斯的威胁哈，因为不只是俄罗斯啊，你看南边立陶宛还要担心的是白俄罗斯，波兰也是，波兰呢因为邻近非常的近，所以它当然的威胁感就比起西欧的像德国啦，甚至包括英国啦、法国啦，当然威胁感就更重哈。好，那所以呢，讲到了除了反无人机这个防御工事以外呢，波兰现在也在跟就是跟刚刚白俄罗斯。啊，还有呢，俄罗斯的飞地、加里宁格勒，啊，这些接壤的边境，哈，就在这个地方，这些地方，来建立一个什么呢？要修筑代号叫做“东方之盾”的实体防御工事。那像在刚刚提到的3小国，哈，就是波罗的海的立陶宛、爱沙尼亚、拉脱维亚啊，他们也在积极建立这个167啊国际干道波罗的海之路。这条路呢是从波兰经由直通波罗的海3国，同时临近这个苏瓦乌基走廊，被北约认为是可能在这个冲突当中啊，就是未来的冲突可能会变成关键瓶颈的战略地带。胡老师，我请教哈，因为现在大家在想的是，俄罗斯也许有能力，可是俄罗斯的动机在哪里啊？我要特别问的就是，普丁会决定真的要对北约东翼，就是刚刚提到的，他真正会下手的主要考量是什么呢？当然，如果这一次的这个乌东的一个战事哈，俄罗斯可以拿到这个他的一个战果哈，换句话说就是这个把乌东给拿下来，然后也确保了早就已经在他手上的克里米亚。那先取得这个黑海，因为我们都知道整个苏联解体之后，对不对？然后这俄罗斯基本上它等于这个它的海权就被断掉了，因为它有2个地方，一个是刚刚我们讲的这个黑海，另外一个就是波罗的海哈。那当然，它黑海就透过这一场的乌东战事，它已经取得了这个黑海的一个控制权。换句话说，它可以重出黑海。这以前是这个苏联的这个海军的一个重镇嘛，都摆在这边嘛。那当然另外一个当然就是波罗的海3小国。这个他所扼住的这个俄罗斯往这个波罗的海走的这样的一个通路。不过，如果是普丁这个他继续乘胜追击的话，这个他可能会犯了这个就是说在外交上面的这样的一个错误了。那这个就是说会坐实了整个这个就是说现在整个北约所指控他的这样的一个这个就是说如果你这个在整个乌东地区这个国际社会看这个整个俄罗斯的这样的一个侵略，你们用的是绥靖政策。那只不过是 encourage 他这个继续的在欧洲去做这个扩张。那我想这个对普丁来讲的话哈，他经过这4年的一个损耗哈，他虽然拿下了这个他战场上面的成果，这如果从现在的这样的一个军事的公司来看的话，我认为这乌克兰这个要反攻整个乌东地区是有困难，因为他的这个除了南北战线这个他没办法首尾兼顾之外，还有一个他后勤几乎都被截断了。没错。那所以这个就是说，他现在基本上他只不过是怎么样这个去创造自己一个比较好的一个和谈条件，还有一个泽伦斯基如何的在这场战事结束之后，对不对？他能够有个这个栖身之处啊，因为他如果真的在这个就是说这个乌克兰在举行总统大选的话，那他也应该是会这个交出政权哈。OK， 那就是说现在的这场战事应该是会结束，说结束之后的这个俄罗斯哈会不会如这个一般的这个像很多欧洲的评论讲说他会乘胜，说这个普丁会食髓知味，乘胜追击。不过我们从普丁现在的一个这个做法上来看的话哈，我认为有一个国家才是紧张的哈，就是日本。为什么？因为你看哦，这日本在这一次的这个2025年的年底，中国大陆在台湾的这个所谓的这个正义之剑的这样的一个这演习之外，它北边的这个北方四岛，对不对？它马上这个从现在开始的2个月的时间，它几乎。俄罗斯它是埋锅造饭对不对？在那边这个他要去进行一个军事演，这是一个军事演习之外，这个基本上这也是一个这个就是说在这个战略上面的这样的一个宣示，就是俄罗斯这个除了在乌克兰这个地方，在黑海这个地方之外，他要再重新回到远东。对，事实上我们都知道，冷战之后，虽然我们讲这美国对不对重返亚洲，但基本上我们觉得这句话怪怪的这美国从来没有离开过这边啊，对不对？真的离开整个东亚的是
俄罗斯吧。那俄罗斯现在如果他乌东这边他取得了他的一个成果之外，从普丁现在的一个军事布局的话，他要这个去加强他在整个这个等于是就是鄂霍次克海这边，就北方四岛这边的这样的一个对这些岛屿的一个控制。这对日本来讲，他会陷入一个战略困境。为什么？就是说日本在这个过去我们看从近世以来，就是日本的江户时代，他最在意的一个威胁就是俄国。那这个俄国又回来了哈，而且就是说，不止俄国回来了，它的南边的中国大陆给它的一个战略压力是越来越大。它在日本历史上，在近代的日本历史里面，它从来没有遇过的首尾两端同时受敌，而且这两个敌是很大的国家，而且都是核武大国哈。对，所以这个才是日本的一个麻烦了。所以我经常开玩笑讲哈，现在最不想乌东战事停下来的国家是谁哈？如果从这个角度来看的话，哈，高市早苗他才不希望你乌东战事停下来，你最好把俄国困在你乌东。所以，如果我们从俄罗斯的角度去思考的话，其实现在对于欧洲这边的压力的话，是希望透过军事上的威胁去创造自己在外交上谈判的空间。那何老师刚才点到一个重点，就是呢，其实现在要担心的恐怕不是欧洲这些国家，而应该是东亚的日本。马上回来。我们说这个俄乌战争现在的走向是不是越来越走向要往谈的方向呢？美国总统川普在19号，他敦促乌克兰尽快的推动和平协议，早日结束俄罗斯的侵略行动。而新一轮的会谈呢，这个周末在美国的迈阿密登场啊。但现在普丁的态度很硬，他说终战条件没有任何妥协空间。根据 Politico 的报道呢，美方现在是由川普的特使 Witkoff 还有川普的女婿，也就是 Kushner 代表美方出席，而俄方这边的代表团呢，将会包括普丁的经济特使德米崔耶夫。而就在迈阿密会议登场的前一天，在18号的这一天呢，乌克兰外交部的第一副部长叫做基斯利茨雅，那他到了北京啊，与中方的官员会谈，这也是俄乌战争开打以来乌中两国官员的罕见接触。但是北京派出谁来见他呢？后来大家查了一下，也看了这个报道，是外交部的部长助理叫刘彬。刘彬就说呢，中方愿意同乌方继续落实好两国元首的重要共识，推动双边关系行稳致远。有趣的是，就是这个乌克兰的第一副部长啊，他就在社群网站上面 X 上面公开表示，他说他也跟美国驻中国的大使庞德伟见了面，而且双方进行了非常良好的对话。我先请教大使啊，因为普丁已经斩钉截铁的说了，如果要终战的话呢，这个空间是没有任何妥协的空间的。那周末登场的这个迈阿密会议，到底能够谈出个什么结果来呢？对，现在这个谈判基本上，还是以三边为主啊，就是美国、俄罗斯跟乌克兰，可是呢，硬要插花的是欧洲，欧洲要在这一场这个和谈里面啊，他要扮演一个，他要有个角色，举足轻重的角色。他如果说在这个谈判里面，他完全像川普原先预期的把它放在一边的话，那欧洲的话。以后的话，真的很难立足了，就永远都变 outsider， 连他自己家门口的事都没有他的份的话，他还想在国际上有什么作为？那另外一个就变成就是乌克兰呢，他现在很想拉中国大陆入局，这个所以他的高层官员，第一副部长特别去了一趟北京。是，那我觉得大陆对于俄乌战争的劝和促谈的立场，从这种战争开始到现在都没有改变过，所以不可能拒绝他的。可是你要中国大陆就是说在这里面采取一个很明确的立场，或者说选边站，那又是很困难的。所以我觉得就是说，乌克兰想要扩大这一场谈判的参与方，那可是呢，我想就川普的角度跟普丁的角度，他还是非常坚持的，这一场谈判对是美俄是主导，乌克兰是护从，他必须要接受。然后尽量呢，把欧洲还有其他的角色都把它淡化掉。也就是说，乌克兰必须要面对一个事实，就是非谈不可。但现在变成是说，川普感觉上啦是非常急，那正好也被普丁抓到了一个，你就是急，所以呢，我就慢慢的跟你谈。对，其实川普手上一直都有很多的筹码那他最近又拿出一个新的筹码，我想就是说，就对于泽伦斯基来讲的话。
他很难抗拒啊，很难再继续怎么讲呢？抵抗就是丑闻，就是说贪腐丑闻。这贪腐丑闻，美国已经要把这个泽伦斯基的身边的人啊都已经拿掉了，下一个就是他了。对，下一个就是他了。所以泽伦斯基也说是3个月就改选嘛。那到底是不是改选，现在还不是那么明朗。可是原则上已经大概都已经泽伦斯基看起来那个顽抗的那种意志啊，已经比较没有了。到现在看起来是欧盟啊设立一个新的议题，也就是要动用这个什么呢？动用这个他们现在冻结的俄罗斯的资产啊，作为将来援乌还有乌克兰重建的经费，这是一个新的一个发展，会不会成局？也在这个周末，他们要开这个欧盟要开高峰会了，他们要决定要怎么做。刚刚最新的一个发展是说不会轻易动用啊，普丁也说话了，说因为那个动用之后的影响实在太大了哈，所以好像感觉上其实就是讲。但是您怎么看呢？因为这次他派来的，就是俄方这边派来的是经济特使，所以是不是先透过这个代表，也要告诉欧美这边的，是说要跟俄罗斯谈，可以先处理经济方面的议题，包括金融制裁。对，其实这是一个因素。不过我觉得，就俄罗斯这个派人啊，就代表他目前的重点。其实川普提出来的28条方案，其实我们把它归纳一下，大概就3个重点。一个是领土的怎么安排，另外一个就是乌克兰一直要的安全保证，第3个呢就是战后重建。是，我觉得这个俄罗斯的经济特使啊，来一次谈的主要谈战后重建。也就是说，安全保证跟领土问题可能没什么好谈，没什么好谈的。所以领土的问题的话，现在不知道如何啊。那就是说，因为这个俄罗斯要的是顿巴斯整个，那顿内茨克现在大概还有20%的土地还是在乌克兰的这个手上，可是普丁跟川普一样的立场，你要把那个20%的顿内茨克土地，你现在还账户也要交给俄罗斯，是，对，那个大概有4-5千平方公里的土地，也不是很小的土地啊，所以这个是一个问题，一直卡在那个地方。另外就安全保证，事实上。乌克兰已经让步了，他说我不加入北约了。可是现在就变成所谓类北约第5条的攻守同盟的那样子的一个那个保证，那个我觉得你要看怎么写了。对，口头讲是一回事，那到时候怎么写，我觉得这个中间有空间。而且就连白纸黑字，就算写下了，到时候有没有变数都不一定，对不对？对啊，那很简单，这个战争看是谁挑起来的或怎么样，如何，我觉得那个中间可以做文章的很大了。是。那现在是以这个普丁的说法来讲话，我谈判就是这个条件，你们欧洲要搅局的话，你们都是猪。他已经说那些欧洲有一些领导人都是笨蛋，然后又骂他们是猪。那可见对他们是很火大，那基本也上为这个就是说这个周末欧盟的高峰会议啊，他先进行了，先把结果先告诉你，你们不要踏过那条线。那另外一方面就变成这个战后重建的话，其实川普是很重视的。那所以我觉得就俄罗斯来讲的话，也画了一个原则，对，就领土跟安全保证，那是它是有底线的。对，你如果碰触到俄罗斯的底线的话，那就在战场上解决吧。所以，可是对川普来讲的话，领土跟安全保障都不是美国关切的事啊。所以也就是我们看到周末登场的迈阿密会面啊，这个美国国务卿 Rubio 据说也要参与其中。那么当然呢，刚才讲说阿拉斯加在先前的那个阿拉斯加美俄的元首会面之后啊，我们看到了川普后来他是端出了28点和平计划。这当中包括了什么呢？包括要承认克里米亚、还有卢甘斯克以及顿内茨克作为事实上的俄罗斯领土，然后呢，再附加多送一个就是要乌军撤出目前的顿内茨克州部分的区域，让这个顿内茨克的区域呢变成一个中立非军事的缓冲区。所以，连同刚刚我们所提到周末登场的迈阿密会议啊，现在美方所定出来的有关于要尽量的赶快促成这个和平谈判，甚至达成协议啊，都是按照俄方所要求的。那最终的结果也是会这样吗？可能性不大哦。为什么？听起来有一些条件是俄罗斯还是不能接受，比如说这个非军事区
那俄罗斯干嘛接受？从普丁的角度来看，为什么会接受？你刚拿下，比如说，如果最后乌克兰同意割让土地、国家领土给俄罗斯，那你身为俄罗斯，你还是要在那边部署你的军队了。那或许俄罗斯会说，那我们军队会远离前线，什么5公里、10公里，但是整个这个东巴整个地区变成或部分变成一个非军事区，我觉得是俄罗斯不可能会接受，所以反而是俄罗斯不接受，那这个谈判就没有结果。看看有什么没有空间或谈判的空间，比如说我刚刚说的，俄罗斯可以说我们原理前线是个公里之类的，但是整个这个地区变成一个非军事区是不可能。那另外这个重建的部分，俄罗斯的立场应该会是说，我们占领的土地那边重建是由我们负责，毕竟从他们的角度来看已经是变成俄罗斯的土地，但是俄罗斯不会同意要负责乌克兰其他地区的重建。这个如果我是俄罗斯的话，我会坚持我干嘛付基辅或乌克兰国内，除了我们占领区之外的重建，这个应该由欧洲来。这样听起来比较合理，没错。如果是俄罗斯的话，我会坚持。那另外，刚刚大使也有提到几个不同的重点，但是大使没有提到另外一个，我觉得是重点，就是这些战犯的案件。那如果我是俄罗斯的话，我也会坚持这些案件都要停掉。那当然，欧洲国家会说，这个司法单位是独立司法单位，或者国际刑事法庭也是独立机关，我们不能干涉。但是如果我是俄罗斯的话，我还是会坚持这个我们以后不管是我们官员，甚至普丁本人，军官，一般的阿兵哥，我们都要安全到处在欧洲跑，不用有这个潜在的对法律的这个风险。如果我是他们的话，我还是会坚持这一点。而且我其实说实在，我觉得如果俄罗斯向美国坚持这一点的话，我相信美国，毕竟美国也不是国际刑事法庭的粉丝，没错啊。所以我觉得川普会觉得，对川普来说，或许这是小事情。那当然，对乌克兰或欧洲，他们会觉得我们要尊重国际刑事法庭。但是对川普政府来说，这个真的是小事情。Russ， 你提到欧洲啊，我想问一下，欧洲因为刚刚大使说，也希望能够在这个俄乌的和谈当中有一些角色哈。我们来看一个人物哈，因为先讲欧洲的部分，最近他们加快了对乌克兰的财政支援步伐，就是刚刚大使有提到的那个。甚至包括无息的贷款呐，来这个战后的重建。美联社有报道说，欧盟理事会的主席啊，他表示说，欧盟领导人已经同意呢，向乌克兰提供高达900亿欧元，就是大约1060亿美元的无息贷款哈。但是我们说要特别提到一个人，那就是德国的总理梅尔茨，因为他抛出了一个震撼性的讯息啊，他说，根据美国与欧洲向乌克兰提供的战后安全保证草案，一旦停火协议遭到破坏，进驻的维和部队在特定情况下将可击退俄罗斯军队，还强调美国在停火之后也会像是保护北约国家的领土一样来保护乌克兰。这间接来看，就是梅尔兹说会提供安全保障的意思啦啊。但是你觉得他说这个话是要测试美国吗？我觉得这是单纯是欧洲和他个人的想法，就欧洲的期待。这是一种期待，所以大使刚刚说的，美国提供乌克兰什么样的承诺或保证，我们还是要等到黑白字出来。但是我认为美国不可能会提供给乌克兰，有点像美国给日本、南韩、菲律宾这种 bilateral defense 这种条约。也是不可能，所以如果没有达到那个标准呢，也不是 NATO 北约的标准，那黑白字到底是美国什么样的给美国什么样的义务，是一个问号。所以其实 Merz 还有欧洲主要国家，包含法国、意大利、英国，他们已经心理准备啊，我们要部署 NATO 北约之外一个维和部队，是我们自己要负责。所有的预算、人力、武器
都是北约之外的一个安排。他们也知道这件事情，所以他们好像他们也知道我们以后如果我们欧洲国家提供乌克兰这个，其实是有点像一个保障。那我们不能依赖美国，是我们自己欧洲要负责。最近梅尔斯这样说呢，也是不是在呼应啊？因为外界有分析说，是不是在呼应说美国最近推出的这个最新的国家安全战略嘛？哈，那其实我这个是无关，最重要的是，他是要跟德国人说，我们以后这个会有这个负担，有这个风险，而且不是1-2年的事情。就是说德国会扛起责任。对，比如说最近也是德国也是讨论这个当兵的相关机制了。对，那以后国防预算都要提高等等，但是跟国人报告这件事情，心里都要准备。德国是很紧张啦，因为有德国议员甚至提出警告，他说呢，这个俄罗斯啊已经在白俄罗斯跟北约的边境地区部署了总共有36万名的士兵。随时准备对欧洲发动攻击，也呼吁欧洲国家团结起来，共同应对可能的危机啊。那白俄的这个总统啊，卢卡申科他就说呢，俄罗斯已经把他们具备核武能力的最新型的这个中程弹道飞弹系统啊，就是极音速的这个真果树部署到白俄罗斯的境内。而普丁最近也说呢，真果树飞弹将在这个月进入战备状态。所以大家一听到，哇，紧张的不得了。乌克兰电战部队呢也宣称，那么守夜者飞弹最近利用这个利马干扰系统啊，在2周内成功拦截了19枚匕首的极音速飞弹。好，我先问的是，真果树飞弹如果作为威慑，我们可以理解哈，因为它到底会如何使用，这可能要再看后续。但是在战略上，它最主要是要希望达到什么样的效果呢？林老师？这边的话，我们要先了解到真果树飞弹，它是一种弹道飞弹，它是之前其实在这个美俄在这个中程弹道飞弹的条约相关的一个双方都不遵守或者双方作废之后，双方开始积极去部署的中程弹道飞弹。那这里的话，我先很简单讲一下它的性能，它除了是极音速之外，跟过去比较不一样了，它是多弹头。所以变成它打上去之后，没错，你可能有这一个北约，你有爱国者系统可以去做拦截，但它打上去之后，它落下来的时候，它会变成一种多弹头，等于说一枚弹头会散开来，对，散开来就会变成你的爱国者系统不是那么好去做拦截，对，这个是第一个。再来第二个的话，就是弹道飞弹它是有一个攻击的弧度的，所以其实它跟我们在这个里面所说的一个这一边守夜者过去拦截的匕首极音速飞弹是不一样的东西，所以即便你可以把这一个匕首飞弹进行用这个守夜者用利马这一种电子作战系统，让他感觉到他的位置不对，所以继续靠超音速，就讲难听一点，就是有点烧坏了，或没有办法打得很准。用这种方式可以复制在真果树吗？我个人是蛮具怀疑的，因为这两个是攻击效果跟他的一个作战方式是完全不一样。那其实今天他把这一个真果树飞弹开始说准备要进行这一个运用了，或者是已经到备战的这种状况，其实这也是一种战略的一个贺阻。那其实我们现在可以看到，对于俄乌战争来讲，普丁他也是希望收缩战线。这个收缩战线指的是我只要对的是美国、乌克兰，那北约我尽量对你们造成一种压力，但是也不会太多的一种进攻。那这个压力呢，其实就有点回归到我们过去所说冷战时代的一种嚇阻的战略。所以其实我们看到他为什么要在白俄罗斯，我们看到还有一些重兵的部署，或者是这种长程的飞弹，这边的话就代表我有传统兵力。在白俄罗斯这一边，相对来说就有点类似冷战的时候，在这个东西德两边的话，那时候在美军在这个法兰克福，那我们也知道，在东德这一边的话，苏联也是布了一个重兵在这里，形成一种前进的一个压力，让这些北约国家告诉他们说，你不要轻举妄动，你也不想要第3次世界大战，我也不想要。那如果你我们就维持这样的状况的话，不会去动用到北约。那乌克兰只要他不加入北约，只要他这边不管是第5条也好，或者是你的安全承诺也好，可是至少他没有加入北约，不要去启动北约的集体防卫，那我就有一个谈判的一个空间。那再来的话，他这一个长程的飞弹其实很重要一点，也是要去告诉乌克兰，不要以为你的这个补给线够长，你的后面的这一个防御的是可以做得到，我一样可以用这种长程打击的能力去破坏你的交通要道，去破坏你的这一个弹药库，去破坏你的这个铁公路的一个集散中心。所以我会觉得他今天这个武器是有他一个战略上面一种嚇阻的效果。我们来看这个礼拜在国际上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焦点，也就是川普要见泽伦斯基了。大家也在想说，
乌俄战争会不会走到尽头了？马上要进行和谈了呢？有看法是认为，在新的一年2026可能是最关键的一年了。那在2026新年前夕呢，我们刚刚特别提到了美国媒体啊，就是 Axios 呢，他们特别指出，川普在12月28号将会在海湖庄园跟泽连斯基见面。泽连斯基呢本人也预告说，最近就会跟川普见面。可在见面前夕也听到川普最新的放话，他说，在他批准任何计划之前，泽伦斯基什么都没有。而在川泽会之前，又看到了俄罗斯对于乌克兰的首都基辅进行了一连串的大规模空袭。好，这次的川泽会，泽连斯基呢会带来什么呢？既不是胜利蓝图，也不是什么大幅的妥协方案，而是一份呢被砍到只剩下20点的和平方案。就连泽连斯基自己也坦诚，他对于文件的部分内容并不满意，其中最大的2个争议就是一领土，第2个就是核电厂控制权的问题，但这2个问题完全没有被解决。聂老师，周末登场的川泽会因为我们大家很多的印象就是 You have no cards。OK， 那这次感觉上虽然还没有见面，礼拜6这个还没见面，但是已经觉得又是一场鸿门宴了。你怎么看？看起来好像不太容易成，因为两边在拉锯。那当然，川普一直想得和平奖，那他又很希望能够快点和，快促成。可是，但川普也是大小眼，他知道普丁当然势力量都比这个乌克兰大，那两边都有他要的利益，你知道吗？但他私底下实际上应该跟普丁比较友好，也比较尊重一些普丁。因此呢，在谈和谈的那1-2个月前呢，就跟乌克兰说要和谈之后，他跳过他，先跟普丁打个电话说：“我们要和谈，你觉得你有什么要求？”就定出了一个28项条这协议，和平协议，这很奇怪啊！而且乌克兰一看傻眼了，大是对普丁特别好，里面包括割地，那时候不管顿内茨克，对不对？或者另外那个就乌东的那个地方，全部当然已经被90%被这个俄国控制的这2个主要的土地。那他要割地嘛，就变成要割给了俄国，他已经不太高兴了。就卢甘斯克、顿内茨克2个。对，卢甘斯克、顿内茨克，还有那个克里米亚，当然这没有不在话下。那最重要还有，包括以前当俄国在2022年2月会打这个乌克兰，最主要的原因就讲2个，也就是武器东扩，也加入北约。现在这2个呢，不但武器不能东扩，而且现军变60万以下，而且北约呢不能支持他，还不能在这个乌国这个扎军。你知道这个已经让这个乌克兰要大为失守。那当然，这里面还有人后来还说，这是给这个普丁这个很不错的一个礼遇，也就是说，未来你的经济制裁要慢慢消减，所以这个普丁当然很高兴。那样子28点，他如果接受，应该就没问题。可是泽连斯基当然不接受，而且欧洲也不太接受，因此又不断的谈，从27、26一直消。就是里面他谈的时候有一个很重要的说，他们一定要做到一个所谓的真正对乌克兰提供安全保障的做法。因此，这个新版的20条其实就是他希望美国、北约以及欧洲国家都能够提供乌克兰一个强而有力的安全保障。那我觉得这个就是他们希望将来达到真的全面的互不侵犯那这是他们想要的东西。可是重点来，这里面还是有乌克兰不能接受的即便退让，因为那你如果再不接受，俄国就那算了，就继续打你，继续打下去啦。那最主要就是你刚刚讲2个地方了，我觉得到现在谈的，但这个让步大概也就差不多。我觉得第一个就是领土的争议，就是刚讲乌东的领土的控制权，还有一个就是这个扎波罗的核电厂，这个核电厂很重要，这是有故事性的。因为刚开始的时候，美国谈的时候是3个地方一起经营，我们3个人来共经营。俄国当时还想说，那我自己来，我就是要完全控制。可是乌克兰不是，俄国不行就我和你美国一起来好了。所以这里还是有一个拉锯，但是看起来乌克兰要的东西不会存在了，也就是美国和乌克兰，就是乌克兰他不敢自己拿，他要跟美国一起来，这也不可能存在，因为俄罗斯不可能接受。因此我觉得最后乌克兰到最后eventually还是会让，或者在这里面再拿一点点回来，但其他大部分就让出去了。而且不觉得有些蹊跷吗？就是在这个2人会面之前呢，川普就直接就先讲了狠话了，说我还没批准任何事情之前呢，泽伦斯基呢是什么都没有的，他就直接先定掉了那所以现在回到说这个川泽会当然在这个川普跟泽连斯基2人会面之前，我们也看到了俄罗斯总统普丁他说话了，他直接就亮出了2张底牌。那俄方是放话说可以谈交换领土，因为现在乌克兰卡着，就是其中一个问题就是领土主权的问题。但是俄罗斯呢，他说我可以交换领土，可是我要整个顿巴斯。好，现实的版图是如何目前呢？
克里米亚100%是被俄罗斯控制的，顿巴斯有90%是在俄罗斯的控制下，扎波罗热、赫尔松现在有75%，那哈尔科夫、苏梅、尼古拉耶夫、第内伯州是局部有被俄罗斯的这个军队掌控的。好，更关键的是第2张牌，也就是刚刚我们提到的扎波罗热的核电厂啊，普丁直接就点出啊，美俄双方正在谈如何在未来共同管理这个核电厂。好，未来的电力呢将会用来加密货币，拿来挖矿的。这句话呢，外界一听就觉得这根本就是跟对川普所讲的，完全是投其所好。所以先讲主权的部分，大使觉得这个普丁丢出说领土可以交换，意思就是说乌克兰现在卡在说，我现在被你占领的我的主权的领土，我是不会让的。可是呢，普丁是意思说。没关系啊，我跟你拿我有主权的领土，跟你有主权领土换，是这个意思吗？是说我现在占有的乌克兰的其他的领土来换我还没有占有的。哇，全部都是乌克兰的。俄罗斯没有失掉任何一块领土。因为现在这个整个1000多公里的这个边界线上啊，那顿巴斯是俄罗斯打下90%啊，10%就是在顿内茨克。那还有一部分红军城啊，然后往它的西北啊那一部分还是在乌克兰的这个控制之下。是。那川普这个普丁啊，他要完整的顿内茨克的行政疆界。也就是说啊，这个疆域原来的行政疆划哪，我要完全要，一寸土地不能少。那现在还有10%还掌握在乌克兰，你就要交出来。那本来是要无条件交出来，现在说好啊，那就交换吧。交换用什么交换呢？就是俄罗斯零零星星还在这个哈尔科夫附近、苏梅拿那边去交换，还在尼古拉耶夫、第聂伯河州，它还有一些零星的土地，他说这些我都还给你了。我们就划0的还给你，整的我要了。但顿巴斯就我全拿了。那其他赫尔松、扎波罗热州的各占75%，因为有4个州嘛，对不对？一个顿巴斯有顿内茨克跟这个卢甘斯克2个，对，现在还差10%，对，那个10你要交出来。另外还有就是说，赫尔松跟扎波罗热的话没意见，我现在就5%，因为它基本上它用这个第聂伯河做一个天然疆界啊。那其他我在第聂伯河以西的还有一些土地，还有就是在这些哈尔科夫这些地方州、苏梅州还有一些土地我零星占的，我就还给你好了。所以是用已占领的乌克兰土地交换那个还没有占领的顿巴斯10%。而且你不觉得普丁其实是很会谈判，他还知道川普要什么，他直接就知道川普要用他的核电，要用这个电力来挖矿。其实是这样其实川普上台以后，跟俄罗斯的关系正常化是快速在进行的。是，所以他们现在是有2组人在谈2组谈判，一组是谈什么？一组谈俄乌战争，一组谈什么？一组谈美俄关系正常化，这2条路线一起走的，没有说这个是分开来的。我们正常化我们怎么走？然后这个俄乌战争怎么停？这么走，所以2个是互相加强，可是各走各的。那这些就变成就是说扎波罗热电厂这个共同管理，这个就是横跨2边，一个俄乌战争这个问题怎么样？另外美俄怎么合作，关系怎么正常化？其实谈得很快，然后甚至电力用加密货币。这个来挖矿这个部分，我认为都在美俄关系正常化这个谈判管道上进行。还有就变成就是说，俄乌战争结束后，美国怎么样把它对俄罗斯现在的各种制裁，把它怎么样逐步的给它取消？美俄关系如何正常化？所以泽伦斯基现在唯一的靠山就是欧洲，因为欧洲准备拿大概差不多1000多亿吧。1000多亿的欧元吧，未来2年给他嘛，那就突然硬起来了。那可是我认为啦，对俄罗斯来讲，领土问题是关键。领土问题基本上不照我俄罗斯的意见的话，这战争不会停。而这样听起来，其实就算泽伦斯基拿着欧洲的支持，这一次跟川普去谈，也说服不了川普啊。川普就是玩他而已啦。你时间到了就丢一个28条。对不对？那再跟你周旋一下，
慢慢现在你不退了吗？你不加入北约了吗？安全保障由我们私底下谈吗？那还有就变成本来这个领土的问题，事实上泽伦斯基已经比较软了。是。可是呢，现在欧洲进来搅局，哎，那就变成说啊，我们要替欧洲再继续战下去吧。可是美国川普还有一张王牌啊，3个月后改选啊。哎，我随时拿这个改选的问题来给你哈，给你施点压。泽伦斯基你就是拖嘛。那对于普丁来讲的话，反正战局现在是我采取主动。对。那谈判桌上如果进展不顺，我就打。哎，如果打得顺的话，我就不跟你谈。大使讲到这个战局啊，就是反正就战下去嘛。那你现在看到战争的这个战场上实际的现况是如何啊？孝瑋兄，战果现在真的是哈，因为乌军方面已经证实他们撤出了这个西维尔斯克这个地方，但这个地方不只是一座小城而已啊，它是乌东堡垒带的关键节点哈，更是通往北顿内茨克城市群的门户。另外一条战线也浮现出来啊，就是俄军针对敖德萨进行了系统性的轰炸，他们锁定了港口、还有电力设施、海运设施。泽连斯基也警告说，俄罗斯这么做呢，就是要阻止乌克兰获取海上物流的通道，我把你海路给截断，好看你怎么办。那这样的话，他是希望把乌克兰变得以后一个内陆国家，就是。普丁绝对有这样的希望跟想法，但是实力上我觉得目前来说是做不到的。但是他为什么要对敖德萨进行攻击呢？因为其实敖德萨现在变成是用来这个骚扰俄罗斯在黑海方面行动的一个非常重要根据地。也就是乌军他会利用奥德萨的港副设施，派出各种的这样一个无人艇、攻击艇等等，或甚至于有限的这样一个这个有人的这个舰艇去干嘛呢？去突袭俄罗斯现在还存在的黑海舰队。其二是这个我们看到这个俄罗斯跟乌克兰这个发生军事冲突到现在，其实俄罗斯还一直利用黑海上的这个油轮在对外进行这个石油贸易，它呢就是攻击这个俄罗斯的这个海上油轮称为这个影子舰队其二，也就是俄罗斯已经对乌克兰这种骚扰性的攻击其实已经有点不耐了，所以他就对敖德萨就是说，因为你今天敖德萨就是要发动这些海上攻势的一个最主要的基地嘛，那我就要那个打蛇打3寸，我就要打你这个基地，但实际上你说今天你要从这个克里米亚跨出去，要能够那个攻下这个敖德萨我觉得以目前俄罗斯的这个地面部队或俄罗斯的这个军力是根本不可能做到的事情。的确，他现在在这个俄罗斯的这个那个乌克兰的这个东部那个逐渐那个已经其实已经掌握到这个战场优势以及这个战场主动，等于说那个现在整个在乌东地区的这个乌克兰部队完全面临到一个内线作战的窘境，也就是俄罗斯要在什么时候对他们发动攻击，他基本上只有防守的份，甚至要来防守兵力还不够，必须要一直毛起来向后撤。但是呢，你说今天这个孤悬在外的这个敖德萨离克里米亚有那么远，大概也有个100-200公里远了。你说今天俄罗斯要再从这个克里米亚出兵攻击敖德萨是不可能，但是他必须要把这个骚扰俄罗斯在黑海上各种行动，不管是商业或军事的重要的敖德萨那个军事的这个目的，他把它处理掉。目前看到有关于俄乌和平草案的版本简直是一日数变从我们原先所讨论到的是提出了28点，到后来呢变成了19点，到现在呢美方又有最新的版本，现在是众说纷纭，也有不同的解读。那普丁这边呢最新的回应是说大致上是同意美方的版本，而且是把美方的版本当作他说是一个起点意思说他先定锚了，他告诉你说就从这边开始谈起那也别想再讨价还价。但是同意的点是什么也没讲清楚说明白。不过倒是画出了一个底线。普丁说，乌克兰如果想要和平，就要把顿内茨克、卢甘斯克这些俄语区，就是这些土地呢，就还回来。就是我已经打下来的，你就不用想再拿回去了。那如果这些地区现在的乌军不撤军呢，他就继续打到底。普丁更强调，俄军的行动现在已经进入到了不可逆转的阶段。这个话真的很狠但是让人震撼的是现在这个美国的最新和平草案被爆出说，川普的特使Witkoff他在录音当中松口说，乌克兰要割地换和平，而且不止顿内茨克，等于是美国自己承认俄罗斯已经成功的把美国逼到了谈判的底线，现在是反而美国提案要乌克兰来割地求和，所以普丁说他大致上是同意美方所提出的这个版本，但现在这个版本内容是一直在修啦，不可能是最终的定案的那最后会不会讨论到最后就变成说讨论个寂寞还是没谈出了一个什么？有没有可能呢？
当然，我觉得有可能，这个还是要看最后俄国跟乌克兰态度。不过，我觉得俄国已经没有什么好争执的东西啦，因为在28点，如果它是一个虽然会改，但是我相信它政治方向非常明确。第一个是乌克兰它不能进北约，对，然后北约也不东扩，然后这个现在就是美国会保证现状，就是俄罗斯所占领的土地通通归俄罗斯，就是画在现在这个停战线这边哦。那其实就是乌克兰丢了大笔，克里米亚岛还有它战后所失去的这些土地，全部要给俄罗斯。所以我觉得俄罗斯基本上，假设这个和平协议真的通过，它就是大赢家。但是这个就回到当时，泽伦斯基跟川普，不是在那次碰面的时候，大家都记忆犹新，就是被川普跟 Vance 骂了一顿啊。对。那川普就说你是想世界大战吗？还是你要继续做绞肉机？这两个选项在川普的 list 上应该都没有，因为川普的承诺就是他要赶快结束这世界上的几场大战，所以我相信快要期中选举，他一定会有压力，就是我有兑现承诺的压力。所以28点原则，我认为在这个时候抛出来。从样态上看起来，就是乌克兰几乎是完全被出卖，那俄罗斯拿到很大好处，所以我觉得俄方的统一的机会很大哦。那至于乌方有没有办法完全的接受，我觉得这可能是未来他会不会就是各方都接受的一个关键点。对，所以现在不变的就是不管你是28点啦，接下来有19点啦，甚至最后修到可能只有10点哈，就是综合以上的不管是几点啦。不变的就是不可能会加入北约，乌克兰部分啊，再来就是至少现在打下来的俄罗斯打下来的这些领土也不可能归还给乌克兰了，因为乌克兰的话，这个现在我看数字上面是1/3的土地，这个领土都被俄罗斯所目前是占领的哈。那现在还看到了乌克兰的内部啊，最近真的是贪腐连环爆，为什么呢？因为这个泽伦斯基最贴身的幕僚长叫做厄尔马克呢。最近就传出了他因为涉嫌超过30亿台币，折合台币大概30亿的贪腐回扣案被严格搜查。那他还是乌克兰的首席谈判官，他曾经代表乌克兰出席过美乌双方的日内瓦会谈。而之前呢，本来就已经爆出来的2位部长，这也是贪腐，都揭露呢是跟泽伦斯基关系匪浅。那现在呢又烧到了这个泽伦斯基的贴身幕僚长。使得现在泽伦斯基是深陷贪腐的疑云，但是大家也在想说，这个时间点会不会怎么会这么刚好呢？怎么会打到这个现在又在谈？那一方面呢又传出这个贪腐这好像是一个非常精心策划的剧本。先前莫斯科也一再的主张说，泽伦斯基的政府其实因为他的总统任期已经超过了，但是你没有举行大选，所以你的总统是不具合法身份，没有正当性。那现在呢？贪腐连环爆，所以Russ 你觉得如果你是泽伦斯基，这个议题我们过去有讨论很多次了，就是说，如果泽连斯基不能接受，其实是美国的条件，就是美国的和平条件，他可以选择下台了。那现在自己辞职嘛？自己辞职，这个我很多次之前有讲过，对，有讲过了。对，他真的有这个选择了。那如果美国给他压力说，真的现在时间到了，你真的要停火，而且部分的领土还是要接受，是不是法律要接受？但是实际上你要接受是5天起会有俄罗斯占领，你必须要接受。那如果他不接受的话，他有辞职的选择，早就有这个选择，现在又有这个选择。他在刚刚马老师讲说，跟川普在白宫那次谈的时候，已经被川普告知说你已经没有牌了现在一定是更没牌了，连可能这个衣服都拿出来典当了那我要问的就是说，你觉得泽伦斯基他现在光考虑他个人的部分，你觉得他会怎么想？一定是在谈条件了。所以最好的选择其实还是辞职了。如果他真的不能接受，是在我在任内我在位的时候同意我们国家领土部分领土让给俄罗斯。如果他真的不能接受的话，他就可以辞职，然后这个可以固定他的历史地位。说那个条件，我是打仗几年，3年多了，但是美国给我压力，让领土给俄罗斯，我不接受，我就辞职，然后让下一位。那看看这乌克兰会不会？因为到目前为止，其实是没有一个算是政治领袖，不管是哪一个政党哪一派，站出来说这个交换是我们乌克兰人该接受了。为了停火部分我们国家领土，而且不只是俄军目前占领的领土，是更多还没有占领的领土也要给俄罗斯。
到目前为止，其实没有乌克兰政治人物说这个条件我们该接受了，但是或许会有。何老师觉得呢？因为我刚刚突然想到的是，泽伦斯基，如果我是泽伦斯基的话，我想说你要先保护我的人身安全啊，因为我怕我下台以后呢，我的性命会有危险，还有呢，我可能要寻求政治庇护，会有这样的一些讨论吗？当然，这样的一个结果对泽伦斯基来讲的话，他是这个就像您刚刚讲的哈，他输到脱裤子了哈。那如果这样在这样情况之下签订和平协定的话，我相信泽伦斯基对不对？他在乌克兰大概留不下来了哈。那所以就是说他等于是被丢包了一样哈。那但是我们看这样一个结果哈，就是我们。这个来回顾，就是俄乌战争刚冲突的时候，对不对？那大家去制裁俄罗斯，然后去支持乌克兰，结果最后白忙一场。整个俄罗斯还是在这个俄乌问题上面，他要到本来川普他所设定的，那俄国就是重返黑海，对不对？那就是说，那这个对欧洲来讲的话，这当然是一个最坏的一个结果哈。那个就是让我们常常在讲哈，台湾有事就日本有事，对，日本有事就是美日同盟有事。从这个北约国家来讲的话，对不对？乌克兰有事就是欧洲有事，那欧洲有事，他们后面还有一句就是，你美国也是北约，你美国要承担这个责任，但是问题是现在美国也不想啦，美国要你欧洲防卫自主，所以你欧洲各国你也要提高你的防卫预算。可是欧洲过去已经好日子，欧盟已经好日子过太久了，他们在防卫上面过去过于依赖这个美国，他们现在有没有办法在那么短的也是特别德国跟法国，他在这样的一种情况之下，他去扛起整个欧陆的这样的一个防卫自己的这样一个责任，我觉得这个当然是有问题。所以现在就是说，这个最倒霉的是乌克兰，但是最紧张的是欧盟。对，您提到最紧张的现在是欧洲啊，欧盟、北约啊，这个现在因为俄乌，我们感觉好像快要进入到尾声阶段了，但是呢，现在又开始出现了所谓的俄罗斯威胁论啊，那到处在传啊，比如说法国方面已经在警告说，大家要准备失去孩子了啊，德国方面呢也重启征兵，东欧国家正式警告说俄罗斯要进犯欧洲，大家要小心了。可是普丁最近讲了一句话哈，彻底的就是打脸了大家哈。他说，任何关于俄罗斯侵犯欧洲的说法都是荒谬的啊！因为我们常常在讨论一件事情，说俄罗斯如果真的要说要侵犯这个欧洲的话，它的动机到底是什么？因为我们常常讲说，要么就是看能力，要么就要看有动机啊，你的意愿是怎么样？那所以呢，欧洲各国整军备战的同时哈。可是各国的国内当然也有不同的声音，有的有反战的声音、反军费的声音。普丁现在还没有对欧洲怎么样，欧洲自己就已经有非常多分歧的意见。所以何老师，你觉得现在这些意见是先喊出来，有点像是我喊出来以后就见光死了哈？打预防针，打预防针的概念是这样的吗？当然，我觉得。现在的俄罗斯哈，这个他会不会就是说乘胜追击？我认为这普丁如果普丁他是理性的，我认为他会停下来了，因为整个俄罗斯基本上他重返黑海之后，他在整个国际政治上面他就取得了一个这样的一个位置，他可以重回海洋。那所以他不见得要去恢复这过去在冷战时期俄罗斯他所控制的那样的一个广大的这样的一个东欧，那而且他也可能做不到，就是说再去把斯拉夫民族再把它统一起来，这个太困难了啦。美国的陆军部长德里斯科在11月20号向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呢提出了白宫特使维科夫还有俄罗斯的特使德米崔耶夫共同拟定的这28点和平协议。如果看国际新闻的都知道，这28点协议呢，几乎就是照着俄罗斯的版本，好像在拟一样。美国总统川普在21号接受访问的时候表示，他说啊，11月27号，也就是今年的感恩节这一天，看起来呢是要求乌克兰签署协议的适当期限。但是大家细看了这个协议的内容啊，对乌克兰真的是极度的不利，包括美国承认克里米亚，还有以及合称顿巴斯地区的像卢甘斯克、顿内茨克把它认为是俄罗斯的实际控制领土。另外，乌克兰的军队规模将被限制在60万人以内，而且必须要修改宪法，承诺不得加入北约，北约也不得在乌克兰驻军。对于俄罗斯的制裁呢，则是会分阶段取消。
怎么看，就是左边看、右边看、上面看、下面看，都觉得是对俄罗斯有利，而对乌克兰极度不利啊。所以说28点和平协议也像是大家就戏称是川普是不是彻底的出卖了乌克兰？大师觉得？基本上是联手跟俄罗斯一起联手，连卖了，把乌克兰彻底出卖，不但这个现在乌克兰领土，它基本上都要接受，就是已经是在俄罗斯的控制之下，不管你今天是就是说，是冻结也好啊，这个还是说就是说承认，不是承认啦，就是说有这个现实，不过就是说乌克兰的俄罗斯在这些现在占有的领土上，乌克兰领土上，它的地位都不会受到挑战。对，而且乌克兰最初打这场战争，造成这场战争的最主要的原因啊，第一个他们排斥，这个歧视或者说虐待在乌克兰境内的恶意人士的这些作为都要取消。然后呢，还有就是呢，想要加入北约也别想了。所以，然后呢，对俄罗斯来讲，这两个都是他打仗的目的。当然就是说都得到了，还外加一项就是说，战争开始3年9个月前开始的时候，这个西方国家对俄罗斯的各种经济制裁，包括扣的款，对，基本上都要逐步取消，钱也大部分要归还，所以就变成就是说，这个我都觉得这个提出来由川普提出来有点奇怪，应该就看都像是拜占条约的感觉。对啊，应该是普丁提出来的。怎么会是川普？普丁有发声，普丁说呢，这只是谈判的起点啊。这个已经比普丁能够提出来还更好了。那最好笑居然是川普提出来。那川普是哪一国人啊？我都觉得他是不是俄国人啊？所以你就要问我说他有什么把柄在普丁上，我怀疑他是伪装的俄国人。而且这次是美俄双方的这个相互协调之下出来这28点哈。我在想问说，乌克兰的角色在哪里呢？乌克兰就是被瓜分的一块饼。然后呢，最好笑的是，这个整个在协议在谈的时候，欧洲所谓的现在这个首当其冲的欧洲，几乎没有角色。对，所以大使，您觉得接下来这个乌克兰能不能同意，恐怕不是他们能决定的。可是呢，欧洲几个主要国家，比如说德国啦、法国啦、英国啦，他们的态度呢？这些说穿眼都是我们台语叫这个嫩卡诶啦，软脚虾，都是欧洲都是嫩卡诶。然后呢，乌克兰呢？现在泽伦斯基自身难保啊！我今天就想说，为什么这个28条提出来前，突然泽伦斯基的贪腐案被提出来？这个贪腐又不是今天才贪腐了，战前就贪腐，战中也贪腐，对不对？现在人赃俱获，然后人也跑了，哇，涉嫌1亿美金哎！对，那你泽伦斯基还有什么好说的？对，而且已经给他一个下台阶的，这个签了以后。3个月就让你下台，你就可以走了嘛，对不对？你3个月你就要重新改选总统，所以这些条件对那个乌克兰讲是很苛刻啦。我觉得对泽伦斯基是给他一个下台的机会，对他很宽厚了，没有追究他的责任。可是那个案子已经拿出来了，随时吊在泽伦斯基上那把剑达摩克里斯之剑，也就是他的贪腐案，随时可以治他。对，那现在就看你泽伦斯基啦。那欧洲目前为止都没反应，能卡 A 加 S 通通没反应。而且刚刚像大使讲说，泽伦斯基在这个28点协议提出之前就是深陷到这个贪腐相关的一些案件跟争议，当然也使得呢，他会来自就欧洲刚刚特别提到的几个主要国家的这种强大压力。那针对这28点和平协议像是法国的，还有德国，还有呢英国。这3个国家呢，也跟乌克兰的总统泽连斯基在通话之后他们也先发表了一份共同的声明，指出说他们是欢迎美方为终结战争所做的努力，但是也重申说，这个任何牵涉到欧洲国家、欧盟、北约的协议，都必须经过欧洲伙伴的同意，或者是在盟友之间达成共识。另外，欧盟执委会主委范德莱恩也强调，任何替乌克兰做出的决定都不能少了乌克兰的参与。可是刚刚我们看到，就没有乌克兰的角色啊，对不对？好，波罗的海3国的外长呢，日前才联名投书到《金融时报》，他们提出警告，他们说大家要小心因为俄罗斯绝对不会满足于暂时占领他国的领土。各界如果寄望于用土地来换取脆弱的停战，就是在重蹈历史的覆辙。但是我们都知道，其实从历史上面来看，
本来就没有永远的和平这件事情啊。没错。所以聂老师怎么看这项协议真的能够，就算答应了，也不太能够保证是永久的和平啊？没错，东西没有永久的，你可以这个问了一个问题叫长久和平可以。我们都知道欧洲以前有多少的战士，光这个英国这个本岛英格兰 Scotland 打了多少战争，玫瑰战等等。北爱尔兰南北也打了多少战争？光这个小地方打多少战争？这整个欧洲是到处打。可是现在的欧洲不太一样，它不是一个国家，它国不国、州不州的，很奇怪哈。它是欧盟，可是欧盟又不是全部的欧洲国家。我们先这样讲哈，就是，但我们要肯定一个东西，就是欧洲这个大陆啊，以前是一个战争大陆，真的到处打仗，可是现在是一个和平大陆。所以欧盟得过诺贝尔奖和平奖，在2012年，大家知道是欧盟这个区得和平奖，所以他们期待和平，因为他们现在是一个和平共处，甚至有所谓的申根签证，而开始走上了欧元区。当然，欧元区现在只有19个国家，当然大家都知道嘛，1999年开始只有11个国家，后来希腊变成12个国家，所以它那个星旗上是有12个黄色的星星，可是现在加到19个国家，但重点是哈。那个欧盟国家到有几个？28个点和平协议，那刚好28国。可是现在是27，因为英国他情何以堪？那我最大为什么都德国带领，所以他退出了。好，不管怎么说，27以前的28个欧盟国在一起的组织的力量够大，但也不够大。对，他们的分合到现在，这个欧洲以前算是老虎，现在是欧洲猫。所以你说他敢讲多少话？所以刚刚说好像也不太有反应，但还是有一点反应，就是后来讲的这几句话嘛，就是说你不要自己，你来决定我们的事，来我们欧洲应该要经过我们欧洲伙伴的同意。第二个呢，我们不能少了乌克兰。可是你要知道，乌克兰角色又很奇怪，虽然土地很大，经济也不差，军事实力也还可以。重点是乌克兰不是欧盟国。那你刚刚讲到后面那个说，他的俄国会不会雄心更大，会再去找那个波罗的海东边的3个小国？这将会有它的历史意义的。它是在2024年10个国家同时加入欧盟的时候的3个重要国家。这3个国家其实它的实力它虽然不大。他们的经济体不错，他们的经济所得不错，还有他们是所有的组织几乎都加入了，不管是IMF 国际货币基金、对 UN， 甚至申根签证，甚至欧元区都是。但重点是还不至于俄国会去马上攻他。我必须讲，这一次呢和平协议有一个吊诡的地方，就是其实我觉得所有人人没有好人坏人，国家也不是好人坏人，就是我们看到媒体报道说俄国坏就一路坏下去，哪有？二战的时候，其实俄国打赢了欧洲，不是美国所以你说俄国又这么坏吗？不是，因为俄国在师出要打有名的时候，有一个很重要的名称，就2件事：武器东扩，还有加入北约。如果大家回忆一下就知道，2021年是不是很多这种事情？到2022年初为什么会打上这一仗？就是因为你武器一直要东扩，一直要加入北约嘛。所以俄国才惹毛了，拜登就知道了情资消息说他要打乌克兰了嘛。他这现在有什么理由打这个波罗的海三小国？还不至于。我就想就是不明白，就是说，波罗的海3国他们提出这个警告，表示说他们有很强烈的威胁感啊。可是要问的就是。俄罗斯干嘛要打这个波罗的海3国？所以我觉得他师出无名，这有点像日本对台湾一样。当然，日本就像说台湾有事，他们就有事，就有这种感觉，你知道吗？因为他们是心中有敌意，俄罗斯的，因为他们以前有历史情仇，是有敌意的，所以他们会发出这种声音，你知道吗？即便是乌克兰也有2种声音啊，像泽伦斯基这种比较偏西的，还有你要知道顿巴斯克这边的很多人其实是支持这个俄国的所以每一个地方就像台湾有支持统一、有支持独立一样的道理。我们看一个东西不能全看全局啊，不能看到一半以上就觉得代表全部。我必须说是他们有一些领导者，现在有一些过去跟俄罗斯的一些暗情仇所造成这种，就把这种所谓文宣呢就无限上纲了。我先讲一下，最重要是28点协议这个东西是一个很吊诡，也就是俄罗斯这次绝对是打赢了，而且不但是打赢了，而是大赢。为什么呢？他原来要的东西全拿到，还加上了割地。你看克里米亚，包括顿巴斯那边的这个卢甘斯克、顿巴斯克全部要拿回来了。这不得了，这个是川普答应的哈。第二个呢，北约就是说你就不能加入北约，这已经完全属实，而且呢还现军还加码，叫现军60万以下。对，还有一个很重要，你其他欧洲国家也不得在乌克兰驻军，我讲武器也没办法东扩。你就不觉得他已经拿到了所有，还更加码了？还有一个，俄罗斯一路被美国或者号称他的民主联盟去限制他的所有经济制裁，请问这件事它里面有28有没有一个叫做经济的制裁？那么逐渐取消，你不觉得俄罗斯大赢吗？那当然，这个刚刚大师讲的，是不是川普跟他通俄门啊？是不是这个俄国共同来定这个？而且这一次特使是哪里特使？俄罗斯特使，对，白宫特使，没有一个乌克兰的角色，就俄罗斯说了算。所以我觉得现在这个在国际氛围这蛮吊诡的，也就是乌克兰这次真输，俄罗斯这次算是打赢了仗。当然还有川普他自己的心怀鬼胎啦，我觉得他自己有他的利益考量。那这个我们还要再往后观察。所以说这个现在外界看这个28点和平协议啊，觉得说这个提出来的怎么比普丁当初所提出来的条件还要好？
到底川普在想什么啊？那这个在战场上面呢，我们先来看战场的这个态势才是最现实的啊。俄军一方面在红军城还有乌军跟乌军的展开这个激烈巷战，那一方面呢也宣称他们攻下了重要的堡垒啊，一个战略的重要据点就是库皮扬斯克。而在这个时候呢，也听到了法国总统马克宏，他虽然呢跟这个泽连斯基啊签署了合作意向书，也表示说呢。法国在10年内要提供乌克兰100架的标风战机，但是《华尔街日报》也报道说，不管是乌克兰还是法国啊，目前都没有足够的资金来支付这100架战机的订单。还有，你钱虽然给了，但是也要看东西做不做得出来。标风战机的制造商达梭航太，现在他们自己都还有233架的订单是积压下来的，好，就是说出不了货，那挪不出产能来制造这多出来的100架援助乌克兰的战机。所以我们要说的是，提供乌克兰武器真是缓不济急啊！现在再不谈的话，恐怕就没有筹码了。所以这是不是也是川普他自己很急了，所以他必须要抛出这28点的和平协议的一个最主要的考量呢？那当然，这个28点呢，他为什么川普会提出？那当然有2个比较注意要去考虑到的。第一个是战况的疲惫啊，战况疲惫，因为想从2022年2月24号打到现在哦，你看打了2年多了，那当然每个都很累，而且美国更是很辛苦，而且川普呢每次说要停战，一次都没有停战啊，所以造成这战况是非常疲惫，他也疲惫，加上呢资源的撤走也是很大的因素啊，所以他特别要求在28点里面特别要求到我们注意到有一个是限制他的军队的一个规模，乌克兰，然后第2个是放弃加入这个北约，第3个是承认这个部分领土的现状等等哦，那这些那其实当然你刚刚提到说那个皮克扬斯克它的一个巷战啊，还有城市攻防战等等。其实已经我看他非常之辛苦，那给乌克兰现在其实非常战况是对非常之不利哦。那因此呢，我觉得这个是我想是一个压倒骆驼追根稻草，也是一个出发点，所以川普才提出这一部分哦。那此外呢，你刚刚提到说这个法国的他要援助100架的标风战机哦，那我看在这个欧洲的资源上，其实打了这么久，其实欧洲说要支援要提供，但是呢，只闻这个楼梯响，没看到人下来。对，尤其你看这个叫100架的标风战机，你看到它要多少的这个要资金，好，还有生产链，那当然还有这个。还有等等这些很多因素对，包括整个这么多的钱谁去出，谁要拿，谁不拿，就算有钱，对，产能也是一个问题啊，一个问题。所以呢，欧洲只是在做一个口头的援助的意愿但是呢，如果说要去军购不管是它的供应源，还有财源，还有产能的支撑呢，其实都遭到明显的一个瓶颈那因此我觉得呢，并不是这个欧洲无力来支援呢，而是资源的这个值跟量，还有交付的时效已经。其实你要做现在这部战机，你要做你看要做多长时间？对，所以这个时间空间都对这个乌克兰非常不利了，而且加上这个川普，我看他是上次从10月份来到欧洲一趟之后，你看这个东亚之后，你看东亚有点变天了那我想到下次去欧洲是不是也如同去了日本一样？那去了。乌克兰是不是也跟乌克兰状况又跟日本一样，就会产生更大的一个地缘政治一个变动这是我们有在观察的。对，就谈判来讲的话，其实现在乌克兰是越谈越没有筹码了，所以呢，是不是能够在下个礼拜，也就是11月27号，今年的感恩节之前就同意这28点的和平协议的一些要点恐怕也不是那么的乐观。但是不管怎么的，我们就看到说，乌克兰未来势必会成为这俄罗斯跟北约之间。当初我们也曾经讨论过的，变成了一个缓冲区。我们休息一下，马上回来。2025全球局势必须关注，中美赛局牵动地缘风险，连带影响台海两岸未来。环宇全世界，关心全世界，权威分析，专业观察，客观立场。每周6日，请您准时锁定，一同关心全球大事的瞬息万变。